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努，欢迎来到想想实验室。男女平权好像是天下第一难事。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该无脑吃红药丸。先把今天要讲的内容画个重点。这次会根据一支在 IMDB 上高达8分很有争议的纪录片《The Red Pill》的观后感，跟大家聊一下男女平权、丑女文化，还有 PUA 之类的。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也可以多多留言跟我们说你还想听哪些故事，我们全家都会很感激你的。先介绍一下这支争议性很高的纪录片，这个导演叫 Cassie J， 她本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制作完这支纪录片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她也希望观众看完这支纪录片之后，可以接受现实的真相，而不是忽视男性权益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导演说想要做一些平衡男女之间的报道，但我看完之后觉得其实有点偏向男性啦。不过的确是有一些内容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也觉得非常值得思考。例如男性在工作中失去生命的比例比女生还要高很多，或是被家暴的比例也不低，失婚男性得不到监护权啊，还有很多女性会用孩子要挟他们，这些的种种都让我理解为什么男性会产生丑女心态。只是丑女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不知道大家的人生路上有没有常常遇到有些人很喜欢有事没事把性别歧视的话挂在嘴边，像是女人不用努力念书跟工作啦，找个有钱人嫁一嫁就好了，男人只要后面大包前面就大包，不然就是要不是她是女的我早就呛她了，或是男生哭什么哭啊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天生自带性别歧视磁铁，还是老天爷就是派我来嘴这些人的。这些性别歧视专员根本就活在我的日常，尤其是只要去办公室上班，几乎是 87% 的时间都会听到这些废话。这些言论都常常让我很困惑，也常常思考到底这种丑男丑女的对立状态要怎么解决，或是怎么淡化。所以决定做一支影片分享一下，希望各位性别歧视专员听完之后真的可以调整一下心态，让自己健康一点，无论男女才能早日脱单找到真爱。不过如果你不想也没差啦，反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从古至今，因为男性没有生育的能力，所以人类社会给予男性的角色是家庭的供养者、保护者，必须出门赚钱，而且是赚很多钱，他才有资格结婚、养老婆、生小孩。从古时候的打猎成果转变到现在的薪水，就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逻辑概念。在纪录片中，凯西访问了许多男权团体，也是这么认为。社会给予男性这样一个供养者的角色，让男性的压力巨大，自杀率高，死亡率高，入狱率也高，甚至许多男性在学校里根本无法好好受教育，导致男性在出社会之前就已经被定义成无法拥有自己人生的人。但难道女性就不是吗？试着把供养者对调成生育者，完全可以 replace。 一直到去年，我都还听到女性本人自己说，女人就是要找个有钱男人嫁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在男女，而是为什么人要按照社会给我们的框架活着？为什么男生不能表达脆弱的情绪，一定要赚很多钱？为什么女生就是要生育小孩，然后花男人的钱？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吊诡吗？你们想想看，男生只为了框架而展露自己阳刚的一面，压抑自己的情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只为了扮演好一个供养者的角色而忽视家庭。然后女生可能有一份不怎样的薪水，还常常几乎要一个人承担所有家庭育儿的责任，也是工作10几个小时。其实两边都有自己的辛苦，也都只觉得自己很辛苦。接下来关系间开始尔虞我诈，对立关系越来越强烈，比较不严重的常常私房钱，严重一点的开始外遇。你们有想过这样的关系合理吗？为什么人会需要这样的关系呢？难道所谓的爱情走到最后只是为了生小孩吗？生小孩对你本人这个个体能不能活下去，快不快乐有很重要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应该要思考的不是找一个长期饭票，或是找一个女人在家里帮你生养小孩，你应该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个跟你价值观相同的人，这个人也就是所谓的真爱。因为任何关系都应该是互相合作，而不是对立的。那如果生小孩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你也要去找一个跟你一样喜欢生养小孩的人，那个人才是你的真爱。为什么我会觉得关系里真爱这么重要？在这支纪录片里面有一段话可以完全解释我的想法。
如果女生跟男生结婚只是因为薪水不够，需要一个长期饭票来保全自己可以活下去，婚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合法的终身卖淫。反之，如果你跟一个女人结婚不是基于爱，而是需要一个人来帮你生养小孩，你也只不过是个合法的终身嫖客而已。红药丸理论相信大家都很熟了，我这边就简单带过。简单来说，就是你吞下去之后，可以跟骇客任务的主角一样，看清楚世界的真相。这个利益是好的，只是对我来说，这个真相应该是好好的面对你自己的情绪，认识你自己是谁，并且不要基于性别来做任何决定。但有些人把这个理论发展成一种 PUA 啊，或是跟女生建立关系的 SOP， 这就让我觉得真的很蠢。我就问，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可以面对自己的情绪，也充满自信，为什么你会需要 PUA 别人，或是为什么你会需要一套 SOP 才有办法跟异性相处？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讲都很简单啦。说实在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舔狗属性啦，也常常遇到 PUA 专家，而我也完全活在社会框架里面。当时的我认为，如果想要得到爱情，就要当舔狗、工具人，才有机会得到。你们也不要觉得舔狗只会发生在男性，其实舔狗会发生在各种性别、各种性向，只要你想舔，随时都可以舔啊。但为什么会成为舔狗？简单来说就是缺乏自信，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没有在教你怎么找自己，很少人会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只知道哪个薪水高就去选哪个科系。学校就像是一个制造工人的工厂，把我们这些机器人一个一个造出来，送到资方手里，最后为了符合社会框架的期待，大多数的人也就臣服了。但人类这样汲汲营营赚钱养家生老病死，真的会快乐吗？多数的人应该还是不快乐吧，所以才会产生这些仇恨愤怒的情绪啊。你们看，像 PTT 或 D 卡爱情婚姻文章的讨论串里，常常讲没两句就开始台男台女互相攻击。我相信这些情绪的来源，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没办法面对表达自己的情绪，久了之后就开始向外胡乱的发泄。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想符合社会框架，但是却达不到，所以开始怪罪彼此，恨这个世界。举例来说，有些女生不考虑自己的条件，看完无脑偶像剧就整天想要找高帅富。但说真的，全世界的财富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而且那些少数人还不一定是高帅。那这些女生怎么办？只好把标准放低，但是出门还是想被请客啊，因为社会框架就是这样定义的，因为偶像剧就是这样演的啊。所以女生出门怎么可以花钱？然后男生们为了争夺交配权，开始请客，把自己的薪水全部都花在争夺交配权上，最后可能交配权也没争到，只争到月光族这个头衔。有没有反过来的呢？也有啊，男生花了一大堆女生的钱，最后女生也没交配到啊，只是男生当舔狗的几率还是会比女生多。为什么？因为在台湾，年轻男女的比例就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全世界的财富其实都掌握在少部分的人手里，所以大部分的人就开始聚在一起抱怨，怪罪异性，长久下来的不平衡形成了对立。问题是，你们真的想要这种利益交换的不健康关系吗？不会吧，无论男女，身为人类应该都会希望关系之间有情感交流吧。如果不用情感交流，那就直接跟勇哥一样用买了就好啦，干嘛这么麻烦，还要做足整套约会？总之，只要身为人，都应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还有脆弱时刻。因为交往的时候，两个人应该是平等的，互相扶持，找到一个彼此都会舒服的相处方式。简单一句话，做你自己才能找到真爱。例如，你觉得自己很有钱，就是喜欢花钱，那你就找一个喜欢花你钱的对象啊。当然，如果真的很喜欢花钱，也别忘了抖内我们会很感激你的。那如果你觉得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跟你有情感交流、互相扶持的对象，那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就尽量表达你的情感。我用长达20年的舔狗跟被 PUA 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得到的答案。说到底，爱情跟婚姻就是怎样的锅子会配怎样的盖子，你自己是怎样的人，就会遇到怎样的对象，没有一套 SOP 可以符合每个人，你的 SOP 只有你自己可以写出来，按照书上的那些理论去做，你找到的对象是那本书的作者适合的对象，不是你的。
例如，我喜欢的关系是2个人一起做家事，一起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奋斗。在交往之前，我也是常常跟阿吉聊这些感情观。如果阿吉是一个喜欢花别人钱的人，他在暧昧的时候肯定就直接封锁我了啦。所以你们在暧昧的时候可以多聊聊这些事。至于出去吃饭、看电影这种钱，我觉得就量力而为啦。你可以负担就负担，不行的话，出去前你就直接跟对方说，我真的没钱，不用打肿脸充胖子，这样也可以帮你滤掉一些不适合你的对象。讲到这里，也许会有女生开始靠北，我干嘛要跟小气又软弱的男生在一起？男生就要保护女生啊，这不就又回到社会框架了吗？都已经2023年了，真的不要再活在框架里了啦。如果真的很想要花别人的钱，那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又没有人逼你。而且要人保护这件事也很奇怪啊，为什么女生不能保护自己？我们人一生下来本来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这件事根本不合理。如果只能依赖别人的资源保护，最后你真的遇人不淑被家暴了，难道你要一直为了有饭吃就待在这个人的身边吗？拿人手软这道理应该很好懂吧。所以做人真的要坚强一点啦，都什么时代了，靠自己最好。最后，无论男女，无论性向，这个社会需要的其实不是红药丸或蓝药丸，而是绿药丸。理解彼此辛苦的地方，多点同理心，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感，找到自己，才会让你人生路上的任何关系慢慢从对立竞争转变成合作扶持。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爱情、婚姻的想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分享、点赞，下次见，拜拜。